最近咧華晨宇就出咗首新歌叫《浮游》啊！呢首歌簡直係 hit 到一個新嘅高度，喺微博熱搜嗰度咧都排名第1啦！你有冇聽啊？絕對有聽啦，因為大家要知道一個訊息，華晨宇咁多 fans 絕對唔係因為佢嘅樣好鬼得意，最重要嘅就係佢本身好有才華。嗱，呢一首歌如果大家聽過咧，就會知道係極具佢嘅個人色彩㗎。個人色彩？唔通係佢原創？的而且確，因為華晨宇自己都話㗎啦，喺專輯裏邊呢一首歌咧係佢最中意嘅原創之一。呢一首歌嘅來源就係嚟自咗一個寂寞嘅夜晚，華晨宇將自己困喺一個密閉嘅空間，閂埋個窗，然之後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啦。啊！你講到好似你陪住佢過咗無數嘅寂寞嘅夜晚，跟住有晚俾佢拋咗出嚟寫一首歌咁喎。我何德何能啊，都未見過佢。不過我哋卓有緣某一個導演咧就極之中意華晨宇，並且我哋卓有緣亦都成為咗廣東地區第一檔同阿華晨宇做專訪嘅娛樂節目噃。真係㗎？冇錯，即刻去邊睇一睇。Hello， 大家好，我係華晨宇。你食咗飯未？華晨宇2013年參加《快樂男聲》獲得總冠軍出道，因為獨特嘅形象同埋表演風格，被稱作火星弟弟。出道2年，華晨宇出專輯、開演唱會，獲獎連連，上過春晚，亦都登上過福布斯名人榜，成為內地新星代第1人。今次華晨宇作客卓卓會客室，亦都係華晨宇首次接受廣東電視媒體嘅獨家專訪。這一次來廣州，有沒有想過說去哪裡玩，或者是說想要吃什麼？想吃叉燒肉、雞腿。雞腿在哪裡都有吧。好像是廣州的雞腿是有點甜甜的，還有鴨肉、鵝。總而言之就是肉，是嗎？對，總之就是肉。最近也準備要出這個新的，現在已經是馬上要出一張專輯，總共有11首歌，然後我目前已經發出來了4首歌了，預計在10月份左右整張專輯出來。這張專輯有7首，7又1/4首是我寫的，對，我寫的大部分呢都是往一個方向去寫，就是一個把我整個人放大的一個感覺，要一個比較霸氣的一個感覺，對。然後，因為我去年第一張專輯是卡西莫多的禮物那張專輯，就整張專輯都是一個小人物的感覺，我把我自己放得特別小，就是因為要以一個孤獨的一個氣質為整張專輯的一個主題。然後我今年這張專輯我把自己放大，就比如說我出的第一首歌叫做我管你，我管你聽起來就是那種酷酷的那種，但是它不是叛逆，我這個是說是我管你，就是指你要幹什麼我不 care， 你去做吧，我不在意，你要怎樣，你要罵我也好，你要怎麼樣也好，我都不在意，就是這樣。因為我之前我聽這兩首歌就《異類》跟我管你這兩首歌上裡面的歌詞的時候，把對我的質疑和誣陷都毀滅。這兩首歌算不算是你現在對於說出道一直以來所受到的爭議或者是質疑等等的一種宣洩？沒有，其實沒有，並沒有要宣洩的意思。其實主要是因為這個歌是我寫的，我就當時寫《異類》這首歌，我就想寫一個很霸氣的一個感覺，我想要一種。我要帶領着所有的人，我就是王，我就是王，我就是率領所有人的一個領袖。然後所以我把這首歌寫得很暴力，因為詞不是我填的，曲是我寫的，但其實我想象就是一個非常暴力的一個東西，但是可能會受很多限制，然後呢已經寫得很委婉了。對，然後所以我主要還是想突出一個老大的感覺，大魔王的感覺。國王與乞丐也是跟楊宗緯的合作。對，楊宗緯哥。是團隊撮合的，還是說是你自己要求的？國王與乞丐這首歌，首先它不是我寫的歌，它是我們收來的 demo 裡面我聽到的一個很喜歡的一個歌。然後我聽到這首歌之後，我就想象的是2個男生在唱的感覺。然後我唯一想到的一個聲音就是楊宗緯。因為我們之前只是見過面，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我后来见到宗伟哥才知道，原来他也有指导我的音乐，他也有关注过我。然后呢，其实我已经关注他很多年了，所以后来宗伟哥他答应过来跟我合作的时候，我超开心的。那个 MV 对，就是无与伦比的组合啦，除了梦之的。对，因为我喜欢摇滚乐嘛，所以我会比较喜欢那种。简单的文字，但是能直击你的心的感觉，对，所以我就很喜欢梦之姐的文案，然后朋友伦又很喜欢我的声音来念吴梦之的文案，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合作，就是我其实并不是唱歌的作用，主要是我们三个人我是用来说话的，对，他的文字在我看来就是概括起来就是简单而有力，对，就是这样，然后每次配上你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要死不活的声音，对。非常的能够戳中人心的那一把声音，因为我太喜欢吴梦之的文字之后，我看到他的文字，我就会很有感觉，我就会用一种我自己想要去表达的方式来念这个文案，然后就是那叫什么艺术的一种碰撞吧，对啊。我们和声音有多少种关系？而也许只有乐音才能让人类重拾倾听。如果说你跟一个人长期这样子一个文字功底这么厉害的人，他会不会触发你也是进行一些文字的创作？那有点难。我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就是没有文采。我以前有试过写，但是写了之后我觉得我过不了，我觉得我的词融入不了我的曲，然后但是我愿意去跟大家合作，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对，我可能写曲这一块我自己会对自己比较了解，那其他的这一块我觉得别人帮助我是可以超出我自己的能力的，最后效果都会超出我的想象，对。接下来有没有想要说跟谁目前没有，因为我都是听到，就像我这首歌，我跟杨宗纬合作这首歌，也是因为我听到了这首歌才想到要去跟他合作。我不可能是一开始我就说，哎，我好想跟杨宗纬合作，那我来找一首歌来跟他合作，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上张专辑的《微光》，那我觉得这个歌朗朗弹一定是很好听的，那就重新做了一个改编，来编成一个属于我跟朗朗两个人的版本的一个微光。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听到某一首歌，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歌手，我觉得哎，这个歌好像很适合这个歌手来唱，那我看能不能跟他合作，就是会这样。最近也有新的动作啦，之前是选秀比赛的选手，现在在做选秀比赛的导师。对。之前的那段经历对你作为一个导师来说有没有一些帮助？帮助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些是我经历过的，它对我来说可能不会改变我的心态，但是会积累我的经验。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导师来看，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然后去跟他们交流我的经验。有没有想过说多西发展什么？像电视剧还是电影什么之类的？其实有剧本找我，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特别想去玩这个角色。我现在出道只有2年嘛，然后这2年我把我所有的精力，我的关注点全部只放在了音乐上面。工作的时候，那除了工作，除了音乐，我基本上就是在睡，我把我的精力和关注点全部都放在吃跟睡上面。对，所以我并没有要去我没有让自己去注意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演戏啊这些东西我都不去关注它，因为我想让自己的脑袋里面先把一件事情做好，先把音乐去完全做好了，我再去如果有多的时间我不想睡觉不想吃东西的话，我可以去想别的，对。但现在我不想去想那么多。会不会尝试唱一些粤语歌？我之前比赛的时候有唱过一个那个《海阔天空》，对，但是我《海阔天空》的发音很不标准。今天我
來如淚向樹飆過，懷就冷卻了啲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無理分八線影蹤，天空蟹縫你與我，可會變？我很努力的在去學這個粵語，但是畢竟我沒有在廣東生活過，所以我沒有完全沒有講過粵語。其實還好，就像你剛說的，就可能音準啊等等這些其實都並不重要，反而是那個狀態什麼什麼才重要。所以那時候算是你的伯樂嗎？尚雯婕，對，尚雯婕，他算是我的伯樂。對，他之前不是也有出廣東歌嗎？阿修羅。哇，好酷啊！他跟比賽完之後，跟這些導師還是處於一個有聯繫的。我跟小尚姐上次見面還是在一個頒獎典禮上面。雖然我們有那麼久沒有見了，但是我覺得感情還是很好。我超激動的，當時我看到他，而且我那個獎是他頒給我的，對，然後我當時好激動的，就是我覺得我好久沒見他，就是心情會特別好，因為看到他會格外的感覺不一樣嘛。新專輯現在是全部都籌備完成了，還是還有一首歌沒有錄？對，但是我這次從廣州回去就要開始錄這首歌了。我演唱會上沒有唱過這首歌，我演唱會上把我新專輯的11首歌我唱了10首，還有一首歌沒有唱，沒有透露出來。對，然後因為我想這首歌是一個好玩的東西，我想把它留在最後。這是我為這張專輯寫的第一首歌，反而最後發。最近我們台剛好在播一部電視劇叫《同居男女》，然後就想問一下你對於同居的看法。我有跟人同居過，我對啊，我快男一比完賽之後，我就跟我們一起的選手一起同居啊。你覺得同居有什麼好的地方，或者是特別過癮的地方？沒有。特別不好的地方。我覺得我不喜歡同居，肯定是的，因為我不喜歡家裡面有一個人出現在我家，我也不喜歡有一個人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我喜歡我每天睜開眼睛，眼前是空的，然後我喜歡我坐在沙發，我喜歡一個人吃飯的時候沒有人在我旁邊，那個時候就因為我實在是不喜歡有人在家裡面，我就經常去酒店睡。對，這麼誇張嗎？對，覺得現在自己是國王還是乞丐？反正我在這首歌裡面我唱的是國王的部分，但是我自己的心態是，我唱國王的部分是因為我希望我在這張專輯裡面就是把自己給放大的感覺嘛，但是我自己的心態其實是，這是無所謂，我覺得我可以國王，我也可以乞丐。就是我覺得反正我私下的時候我覺得我跟一個乞丐沒什麼兩樣，對。但如果以我對那首歌的理解的話，我反而是覺得他在講心態上的東西。你應該現在算是心態上還蠻富有的吧？那我擁有很多，對，我擁有非常多，然後我也，但是我有經常感動，但是我也知道我會經常讓我的歌迷感動，對，但我也經常會因為我的歌迷而感動，感動是雙方給的。